艾伦·伊纳斯克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并且出现了自残行为。1946年的一天，她被丈夫带到了当时非常有名的医生沃尔特·弗利曼的诊所。弗利曼医生了解完情况之后信心满满的对丈夫说，诊所的对面有一家咖啡馆，你先到那里喝一杯咖啡放松一下，回来的时候呢，我还给你一个恢复正常的妻子。丈夫走后呢，弗利曼医生开始了他的手术。他先用强电流将病人电击麻痹，失去意识，然后用一根长针从病人的眼球上方慢慢的捅了进去，再用锤子敲打几下，让钢针进入病人的大脑，然后呢，慢慢的搅动那一根钢针。丈夫从咖啡馆回来之后呢，看到了手术之后的妻子，她不再抑郁，也不再狂躁，变得非常的平静。这样手术被称为前额叶切除手术。在1949年，他的创始人赢得了诺贝尔奖，而这种野蛮的治疗方法让超过5万人变成了温顺的行尸走肉。今天呢，就让我们来揭开这段科学史上最讽刺、最黑暗的一页。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席卷全球，无数人失业、绝望、精神崩溃。仅在美国呢，就有将近100万的精神病患者，而当时的医学对于精神疾病束手无策。医院里的治疗方法，与其说是治疗，还不如说是惩罚和折磨。电击、囚禁、注射胰岛素引发的剧烈呕吐和昏迷等等等等极端的方法，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让病人安静下来。当时的精神病院里非常的拥挤，可以说是人满为患。转机呢出现在1935年。1935年，在伦敦的一场国际神经学会议上呢，来自耶鲁大学的科学家们报告了一项实验。有2只患有疾病的黑猩猩总是带有攻击性，他们呢对这2只黑猩猩做了一个手术实验，他们切断了黑猩猩的大脑前额叶连接，结果令人震惊，狂躁的猩猩瞬间变得温顺安静。葡萄牙神经外科医生莫尼兹呢，他当时也在场，对于这样的实验结果感到非常的震惊。他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灵感，他想，既然猩猩和人类的大脑结构是相似的，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破坏神经病患者的前额叶来消除他们的狂躁症状呢？他立刻就回到了葡萄牙，开始了疯狂的人体实验。他的最初方法是在病人的头骨上钻孔，然后呢向颅内注射一些酒精，来破坏掉前额叶的神经纤维。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病人呢确实不再吵闹了，但是酒精呢在颅内是难以控制的，容易损伤到大脑的其他部分。于是呢他改良了工具，发明了脑白质切断器。这是一根头部带有套索的钢丝的长针，从颅骨2侧钻孔插入，然后呢拉动钢丝，像绞断绳索一样切断前额叶与大脑其他部分的联系。他用这种方法为20名病人做了手术，无人死亡，并且呢病人都安静了下来。莫尼兹非常兴奋地向全世界宣布，他找到了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精神病的外科方法。虽然部分的病人手术之后呢变得迟钝、麻木、任人摆布，但是让疯子安静下来这个压倒性的成果面前，这些所谓的副作用似乎微不足道。在那个医学技术落后的年代，和传统的精神病治疗方法相比这个莫尼斯的手术治疗方法要先进了很多。这里的先进呢是打引号的。莫尼兹的手术虽然轰动，但是操作非常的复杂，需要开颅一般人做不了，难以普及这时呢有一个美国人登场了，他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呢就是沃尔特·弗利曼。弗利曼呢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神经外科医生但是他野心勃勃他认为莫尼兹的手术太麻烦了，于是呢他发明了一套更简单、快捷、更便宜的方法，就是冰锥疗法。他的手术工具简陋到令人发指一把普通的类似冰锥的钢锥和一把榔头，过程呢更是简单粗暴。先用电流将病人电击昏迷，然后呢用锤子将钢锥从病人的眼球上方眼窝骨那个最薄弱的地方凿入大脑，深度大概是5厘米。接着呢医生徒手的搅动那根钢锥，凭感觉凭手感破坏前额叶的神经组织，整个过程只需要10分钟。
没有精密的定位，也没有影像指导，也没有严格的消毒，也就是说，钢锥凿入大脑的什么深度，搅拌的幅度有多大，全靠医生的手感。治疗好了呢，算你命大，一不小心把人弄傻了或弄死了，也算你命该如此。不过呢，弗里曼对外宣传的时候，只宣传了手术的优点。他说这种手术在任何地方都能做，只需要简单的培训就能上手，而且只需要$25。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弗里曼因为他的手术出名了，他带着他的冰锥工具箱，像一个巡回表演的明星一样，在全美各地的医院和诊所里进行公开表演。面对媒体和同行，他大言不惭，说随便哪一个傻瓜都能够学会。他还要清空疯人院要将精神病院变成养老院。在媒体的大肆渲染和绝望家属的迫切需求之下，冰锥疗法像野火一样的蔓延。很多小诊所经过简单的培训就开始做这种手术了。更糟糕的是呢，它被包装成了一场医学革命，一项本应该是治疗重症精神病患者的最后手段，被包装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药。手术的对象群体从精神病患者扩大到了正常人。那些忧郁的、心情不好的家庭主妇、叛逆的青少年、战场上归来的创伤的士兵，甚至小孩子不听话也被推上了手术台。12岁的霍华德是最年轻的病人，因为他叛逆不听话，被他的母亲送到了弗里曼的诊所，切除了前额叶。果然呢，手术之后男孩不再叛逆了，非常的听话，任人摆布，只知道傻傻的坐在那里。史上第2位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沃克·巴克斯特他患有严重的关节炎，疼得受不了，在1951年公开的接受了弗里曼的手术，结果手术没有多久他就去世了。还有另一位著名的最著名的受害者，那就是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亲妹妹罗斯玛丽·肯尼迪，也接受了这个手术。罗斯玛丽呢，因为出生的时候缺氧，导致轻度智力障碍和情绪不稳定，偶尔会发脾气，但是整体上呢还算是一个正常人。但是总统的这个精英家族认为罗斯玛丽是家族的污点。在他23岁的时候，父亲秘密的将他送到了弗里曼那里。手术之后呢，那个曾经活泼偶尔叛逆的罗斯玛丽彻底消失了，他失去了语言和行走的能力，智力退化到了只有2岁婴儿的水平，不能自理，只能在疗养院里面终生需要人照顾。86岁的时候，他孤独的离世了。就连国家的总统都相信这样野蛮的手术，可想而知冰锥疗法当时被滥用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虽然当时也出现了反对冰锥疗法的声音，但是呢，那些对于弗里曼医生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毕竟手术有一定的失败率是正常的。他和他的冰锥疗法依然被人们疯狂的追捧。街对面有一家咖啡馆你到那里喝一杯咖啡放松一下，回来的时候呢，病人就好了。这句话弗里曼不知道说了多少遍。那么手术真的成功了吗？从表面上来看呢，那些曾经狂躁、抑郁具有攻击性的这些病人，手术之后都变得异常的平静、温顺、好管理。但实际上呢，前额叶是大脑的总司令部，它掌管着人类的高级认知功能也思考、判断、规划、共情、个性、喜怒哀乐等等等等。摧毁了它呢，就等于摧毁了一个人的灵魂。接受手术的那些人并没有所谓的被治愈，他们只是报废了。他们变得情感淡漠、智力低下、反应迟钝、意志涣散、生活无法自理，就像一具具能呼吸、能吃饭的空白空壳一样。一位母亲这样描述手术之后的女儿，她说：“我的女儿还在我身边，但是她的灵魂已经丢失了。”所谓的成功率数据也充满了欺骗性。有报告指出，大约有1/3的患者手术之后没有变化，另外的1/3的病情恶化仅有部分有所改善，而这所谓的改善正是以永久的人格毁灭和脑功能损伤为代价的。更可怕的是呢，经过研究发现即便不接受任何的治疗，部分的精神病人也有60%的概率能够自然康复。前额叶切除术不仅没有效果，反而剥夺了患者们自然康复的可能性。弗里曼本人或许在内心深处也知道手术的真实后果。1946年，他的儿子在一次郊游当中意外坠亡，
他的妻子因此得了重度的抑郁症，每天痛苦不堪。她恳求自己的丈夫用那一根神奇的冰锥为自己来解脱。弗里曼最后还是拒绝了，他最终没有对自己的挚爱的妻子做这个手术。那么既然冰锥疗法那么的有效，他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妻子做手术呢？因为他的心里清楚，冰锥夺走的不仅是痛苦，更是人的灵魂。尽管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从未停止，但1949年，诺贝尔委员会依然将诺贝尔奖授予了前额叶切除手术的开创者莫尼兹。这一决定至今仍然是诺贝尔奖历史上最受争议、最难以洗刷的污点之一。但是要说明的是呢，莫尼兹只是发明了前额叶切除术，而真正的将这个手术发扬光大，造成广泛的伤害，靠这个手术发财致富的是弗里曼医生。1950年，法国罗纳普朗克制药公司意外合成了一种化合物。经过临床试验发现呢，这种化合物具有显著的镇静效果，可以降低人体的体温，使人呢仿佛处于一种休眠的状态。所以人们给这种化合物起名为冬眠灵，学名叫做氯丙嗪。1952年，医生们让60位精神病人服用了这种药，奇迹发生了。病人们不再狂躁，变得平静放松。长时间服用这种药物之后呢，有些精神病人竟然达到了出院的标准，已经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差别了。氯丙嗪可以治疗精神疾病，而且呢不会造成永久性的脑损伤。相比之下，野蛮不可逆的前额叶切除手术呢，迅速的失去了市场。苏联在1950年率先全面禁止了这种手术，紧接着各国陆续的跟进。前额叶切除手术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时发明冰锥疗法的弗里曼也同样慢慢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1970年，弗里曼的妻子离世，2年之后呢，弗里曼因为癌症也离世了。讽刺的是呢，他的墓碑上刚好有一个窟窿，就好像是用冰锥凿开的一样。